也是从书本上了解吧，从这个欧洲艺术就是受到这个非洲雕刻的影响，慢慢就喜欢上了。都是我亲自去，第一次就是让使馆签证以后，我就坐飞机就去了。到部落里，他们那边有人接待我。第一次他就是使馆一个驻中国使馆的人，他就给我当地一个人的电话，叫伊蒂。那个小伙子叫伊蒂，现在也40多岁了，那时候才30多岁。我们在机场接头，第一次去到很难，这次去到当时下飞机，我说这是哪儿啊？是不是坦桑尼亚呀？但是我一看，我也不认识字啊，应该是我说机票是坦桑尼亚，就拉到我坦桑尼亚了。下飞机以后，就是有人帮我打电话联系了这个伊蒂，我也不会电话也不会用，当时国外的电话我也用不好。用的就是联系上伊蒂以后，我俩接头。他说你邓，我说邓，我说你伊蒂，他说伊蒂，我俩就走了，他就带到我宾馆，从那以后就每天带着我去找这些东西。有一些人是经纪人，有些是部落里边，还有是在市场上，市场上少，市场不好找，市场上找到好的很少，旅游品都是。坦桑尼亚、刚果金，还有喀麦隆，那10几个国家的，就是中非共和国的，也有科特迪瓦的、贝宁、多哥、尼日利亚这一块都是这一块的。这些，几内亚、塞拉利昂这一块的。他说这种经历就是，比方说吧，有一次伊蒂要带我去一个部落里他给我比划着要有一个名人的木雕，那个名人他叫里兰嘎，他说里兰嘎的木雕，里兰嘎的雕刻给我比，也是经人介绍可能是，就是我就一起等着他叫一个出租车过来，我跟他说出租车咖喱，他们叫咖喱出租车，就是过来，一会儿过来个出租车司机，还带了2个小伙子，一看车上有2个小伙子，还有这个伊蒂。接待我这个伊蒂跟莫塞，一个叫莫塞，一个叫伊蒂，他2个接待我。这一看，他们车上都有2个人，有2个人，一个司机带个小伙子，都戴着大金项链，高个子，戴着黑莓镜。接待我的伊蒂，我也给他买个黑莓镜，带着，我们几个人就5个人，就是6个人挤到一个车上，就开车去了。我当时说好了，跟人家说好车了，不去吧又不行，去吧一看这场合挺害怕的。但是还有带我这2个伊蒂跟莫瑞带着我很放心一点，就开着车去一个小山村，一个山拐弯嘛，走了2个小时，是热带雨林，跑到一个酋长吧，也算是酋长家里吧，可能是，我也弄不明白，也不太明白，语言也不通，就大概像那个意思就是，到那以后有一个雕刻，我还让他给我录了像。这录像后来没录好，他不会录，用我那相机他不会用，就是到那屋里一看，有一个雕刻的非常好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路上我一直在害怕，我说这到那以后他要是几个人要是出坏怎么办了？我说很乱，黑人他们，我在平时见到中国人就给我说，你在这里要小心一点，你背这个包要小心一点。都那样说，这几个人一起跟我一起去，我说一直都害怕。后来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能要，我说，他们说谢林克，他们叫谢林克这个没有，他会跟中国学个没有能听懂。我说谢林克没有了，美金没有了。我说达拉萨拉姆，北京达拉萨拉姆，我说在 OK， 意思就是我走了以后再来。带美金再过来的 OK， 他就说他听懂了，他走了，从那我也没敢买那个东西，其实挺好，也没感到危险，但是自己感觉到不合适，那样非常害怕，就是那样。中国人都好心的提醒我，你一个人跟在街上注意点。有日本人多，日本人跟欧洲人，欧洲驻使馆的人也经常在那找。他有时候也有日本人，有时候你弄好，我也没见日本人买，但是他弄好包好了，我也问他切笨，买走了，就是有的你上一次去还没有，他说后来他说没里干，走了，
他就跟我说就是买走了。我们都是比划，我全部是比划。中国人收集的没有，没遇见，但是听说中国人有人收集，但是没听说专门收集这些。有买旅游品的有，那都是出去打工回来带点旅游品有，别的没有。在中国原来有一个圈子，后来都喜欢这个圈子，我们还联系了几次，有7、8年以前。后来他们在市里边，他们经营10几年，他们都不干了，我们都没再联系。哎呀，有这样的圈子。收集开始没有来，就到这宋庄来才11年来的。对，我就是在网上看到，听说宋庄是画家村，这个画家村就是艺术氛围挺浓的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到这儿来就头1年来考察，就第2年就到这儿就过来了。适合做这个，只能这个地方呢，它不像市里边经营，他们为啥他们都后来都不干了？这个东西啊是专门去卖啊，有些小众。他们市里边的人卖了的10几年，有的东西不好卖，房价又贵，他们最后不得不关闭倒闭就不干了。但是真正的收藏不能去那些地方。我这是属于自己爱好收藏，在宋庄正好这个还比较合适，我在这里画家也多。只有搞艺术的人才懂这些，一般老百姓的不弄这些东西，他也不懂这些，都是艺术院校那些人，画家呀，他们喜欢这些东西。大洋洲去年才去大洋洲，原来前10几年以前买过一些夏威夷的，那边有几个夏威夷的，10来个我拿出来2个。后来这些去大洋洲，去年去了斐济群岛，又去了这个巴巴亚，还有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，它的艺术都很好。你看，在这个国外，像很多国家，这个法国卢浮宫啊，还有美国大都会啊，博物馆啊，还有大英博物馆，都有很多大洋洲的雕刻，都非常漂亮。我一直想去那些地方，后来我就坐飞机直接去了。到那以后，反正慢慢摸索呗，一开始也不太理想，后来摸索这不弄来这些大洋洲的东西。大洋洲的东西也不比非洲的差，也挺好的。但是中国做大洋洲的，目前我还没听说有，一个都没听说有做大洋洲艺术的，还没有中国。我喜欢这个大洋洲的艺术，就是去了这些地方。现在准备今年去新西兰，是毛利文化，挺好的。去新西兰弄的毛利文化，我这东西都是收藏，都是展出的，这不卖，这些都是非卖品嘛，我都写着非卖区的，就是大家都看一下就行了，自己喜欢玩一下就好了就可以了。就这些东西，有的也不舍得卖，不容易弄过来。土著的、原始的、民间的，就是那些原生艺术那些东西，我喜欢的这些。真正他们有落款了，是艺术家了，或者是受欧洲雕塑影响，欧洲不是殖民他们吗？都受欧洲雕塑影响，这些我都不喜欢，都不怎么喜欢这些。就喜欢这些老土著，这些有的拴的布块啊，拴的草啊，那些民间往上弄那些，就喜欢这一类的。这类的才真正的是一种原生艺术，我认为。在中国吧，大家对这些艺术的认识，我觉得有时候很有成就感。这大家都到我这写生的小孩儿，有的小孩儿老师带着在这写生，还有画家在这一画几天。我这个院子里有一个画家，在这画了都10几天，画了很多，画这些东西。有的小孩儿，美术学校的小孩儿来，老师带着来参观来写生，在这儿，我接待几次来都。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，我很有成就感，感觉。要是真正说你只让这个东西赚钱，这不是做商业。但是呢，也希望有些东西呢，要是有人要的时候，有圈内人呢，谁喜欢哪一个，也可以转上也卖一些，就那样，雇主生活呗。这东西你要是比方说谁给我一下要了，我还不舍得嘞。是这样的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就是你再给我这么长时间，我也弄不来这么多东西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谁也不行。就是我再给我我也自己也弄不来。就是玩一个自己这么大年龄了，玩一个自己喜欢，做一个艺术文化就行了，我感觉。对，它很快就消失，有的，特别是那发达，就像南非跟埃及，它早就没有了。它这一受这个现代文明的干扰，有时候它就慢慢的它就不做这些东西了。就像别说他们，就像我们国家，我们小时候记得那些东西，现在
这几十年都没有了，都看不到了。我小时候玩那个一个陶土做的烧制的红的一个印东西的，用的干土印出来，我记得那上边的人物很好的，就跟这个玛雅文化一样，那些人物一样，都是那样的。到现在我都记不住弄哪儿，原来买好多啊，在抽屉里拿着盖个人物看。现在那些抽象的东西都没有，找不到。原来没多少年都有这些东西，包括年画，包括那些春节挂那些印版印出来的那些东西，那都很漂亮的，有的。它消失的很快，有时候，只要是一发展，它就慢慢就用不着这些东西了。我觉得，现在都变成旅游品了，都写实了。那些老的没人做，它也不好卖，那老的，它也不是卖的，他做觉得没用就不做那个了。等他们国家，我觉得现在他们国家。还比方说吧，还没有怎么发展，他没有这个打工挣钱这个意识，他就是自己种地自己吃，他不要钱也能生活，他就是干这个活。比方说这一个小木雕，他可以雕上半年，他都不想亏。你要是中国，比如计算时间，这个雕刻我雕上5天还可以，我一天花300、400，我要是雕上10天赔了，我不干了。中国是那样。他现在就那样，他一个木雕，他在这摸摸索索弄，他在这摸索着干着，就是消磨时间的，多少天他也不在意。将来他们生活都能打工挣钱的时候，他们国家发展了，他就不做这个，他也不用手去锻了，他有可能就用机器了。现在咱们雕一个这个东西，他都用多少道，全部用机器，抛光、钻眼、打磨、雕刻都是电动，它是一个电动都没有。你就是到这市场旅游市场也不见一个电动工具的声音，都是用手这样断，用个斧砍呐，用个刮刀刮，都用手工做。将来他们一发展了，马上他就不用这些东西了，要不就不做，要不就用机器。你说是不是？我感觉啊，这是能感觉出来。我就是要弄一些好一点的精品，到时候有适当的空间的时候，就展出来，都共同看一下呗，玩一下呗，都共同。都认识一下，咱们国家，要是说起来呀，比他们欧美国家要晚1个世纪，对这些东西的认识。像他们，你像他们17世纪、18世纪，都开始弄这些东西，都收藏这些东西。他们的学校啊，还增加这个，什么这些，外国的艺术课呀，你像欧洲人到我这儿来的好多英国、法国还有新西兰的，不是那个荷兰的。他到这儿来以后，他都能说出这些雕刻是哪个国家，他叫什么名字。我说这个是尼日利亚的，他说 no， 尼日利亚是科特迪瓦的。我一看就是科特迪瓦的，我都弄错了。他们人都知道，都能讲出到这个叫什么奥杜杜瓦，他都能讲出来。他们对这个认识的早，咱们国家比较晚。不过这几十年也不少了。我就做这个事情，就是让大家都真正的艺术叫什么，慢慢的对中国咱们的艺术有启发。都能见到这些，小孩也能见到，没去过也能见到这些东西，我就想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这两边2个是这个苏门答腊，他们苏门答腊的就是2个狮子，房屋装饰的狮子，两边2个，跟这个不一码事，跟中间这个就是一个，他们也是盖里曼丹的，盖里曼丹他是这个叫8号就是中国人失散的兄弟，他们说是，就是这个8号就是一个雕刻的这个母亲，下边有3个孩子，他们抻着舌头就吓唬坏人，不要保护他的孩子，3个孩子，这个是他们这个人叫8号人，8号就是说1000多年前中国去的人，他有很多语言跟中国都差不多一样的，这是一个红木的雕刻，红檀木的。这是一个新的雕刻，2015年我弄过来的。这是坦桑尼亚达赖萨拉姆市，也是一个马贡的民族雕刻，他们叫马贡的斯瓦希里语，咱们翻译过来就是马孔德，它也是西泰尼形，咱们叫西泰尼，翻译过来他们叫沙伊塔尼，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灵。他这个雕刻家是他们国家总统都到他家去看他的雕刻，就是他有很多照片让我看。这个人有40多岁吧。现在他雕了也不少，我就买了一个，别的没看上，就看上这一个，是坦桑尼亚的。这个是西非这个马里的，班巴拉族，就是羚羊头饰，它叫奇瓦拉，它叫
羚羊头是跳舞时候庆丰时候都是跳舞的时候戴在头上跳舞用的，就是马里。